爱奇艺的网友们好，我们是 9%。大家好，我是9% 的陈立农。大家好，我是9%的连俊。大家好，我是9%的小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GIE 王子毅，来自9%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9% 的有长进。我们在偶像练习生的颜值 Top One 呢是彦俊。那现在我觉得可以评个新的，评一个新的吗？我觉得是有长进，因为怎么讲，就有长进从练习生到现在出道了，对，他的转变是最大的。每一方面的颜值的对颜值。那你觉得他哪边的变化是最让你觉得明显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感觉就是他的照片就越来的越怎么讲，圆润，越尖，对对对，越来越有棱角，对对对，特别是他的左边脸，哎，对，圆润说棱角，对，圆润不是很好吧？圆润是对变胖，关键是两个人都这么聊了，还对，因为圆润对很有棱角，对，方向好像不太一样。来，再来一次，3、2、1，哎，我觉得是有长进，哎。对，因为他出道以后，他的那个脸就是立体感越来越大，越有棱角，对，3D 的感觉，对3D，对，特别是他的左边脸，对啊，我们来问一下当事人，好，其实我们可以下一题了。发现他用左边脸回答，那我坐这里，我总不能这样子回答他吧？我觉得他们乱来，就是想欺负我。我跟你说，如果网上因为这个你们说这句话有人黑我，我就打死你们，打死你们，打死你们！你们他的粉丝，你们小心一点。平时比较注重保养，所以会比较注重护肤和保护身体。我有个外号叫大力水手，就是比较会，就手比较润，比较水，原因就是比较会涂抹这个护手霜。不注重保养皮肤吗？3、2、1，指一个，好不好？你吗？等一下。我 Q 的是小鬼哦，我也是，我个人没有看过小鬼敷面膜这样，因为我没有就是护肤的习惯，因为以前都活得比较糙嘛，因为之前就是上学的时候也没有这种习惯，然后就是出道之后化妆，然后才知道就是男生也要敷面膜，然后但是还是比较懒，因为没有养成习惯，所以就也是不经常敷，所以他们其实都没看过，敷面膜就偷躲起来。哦，我自己，因为就是我比较不好的习惯，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每天都要带妆啊，然后我是个很懒得卸妆的人，有时候太累，我就直接就睡着了。他昨天几点的时候还没有卸妆？我们不是昨天才看到他啊？不是，是跟那个 Carol 姐。你几点还没卸妆？对，反正我就是对11、2点，就是我们可能5点下通告，可是我到12点还没卸妆。对，我的话是就是我在那个见面会完当下在里面啊，然后就会请老师先帮我卸完，对，所以基本上我是表演完盲卸，他是回去了还不甘愿卸，对。啊，难言之隐是吧？我觉得我可能要先走一下。镜子吧。啊，对了，他真的很爱照镜子，所以可能在镜子里面的，洗澡的时候再卸，洗澡的时候再洗澡。在镜子里面他自己还是要有帅一点。Justin 吧。对 ，Justin 今天没有来。对 ，Justin 没来。因为我觉得你不输他哦。没有，现在就是现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。就是最近我们团就是有很多土味情话的高手出现，对，像是陈一农，你有没有就是土味情话的部分吗？对啊。好，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后羿射日要留太阳给我们吗？因为要留给我们晒恩爱。晒恩爱。哎，没有，那你在吃东西，快点。好，我在吃东西。我可以吃一口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答应你不会偷吃。哎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不行，我不太会讲土味情话，因为我比较滋润，因为用了。我可以用我的手水润你的内心。用我的手水润。大力水手。哦，淹死我了，别淹死我！热血沸腾。
热血，热。主办方就是后面为什么没有延伸？是说主办方吗？主办方，蓝蓝升起的星星啊！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会回去练一下我的普通话。谁先来？我先来啊。那我能说谁呢？那要不长进先来吧。因为我平时有时候就是说话还是练习的时候，到很累的时候，然后我平时叫农农都会用那种很破音的状态去叫农农，就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有时候会吓到，然后还蛮喜欢的。会叫回去啊，就是用那种破音的方式叫。长进这样子啊。就是我们团的 vocal。对 ，vocal 比较做声音可以怪怪的。其实我有给每个人都取一个外号，就是因为我的英文名是 Logos 的嘛，对吧？就是6开头，就是小开头嘛。然后我给子怡起了一个，子怡叫 Boogie 嘛，B-O-G-I-E 嘛。我的姓叫李波吉，对，李波吉。然后我叫李狗蛋，彦俊叫李爱文，然后农叫李弄，然后长进你叫啥呢？李庆好像叫，你叫李庆。他的英文名叫 Azora Ching。对，李庆。对，李氏家族。我吗？我其实不太喜欢给别人起绰号之类的，爱称哦。我好像宝宝吗？我们经纪人，我喜欢叫他宝宝赢这样，宝宝赢。对。我想一下，我叫长进的话呢，就是那个啊破音的叫法。然后子毅的话，我是叫他翁贼，对，翁贼。彦俊的话，我叫他阿准，阿准是闽南语的阿俊的意思，阿准。那小鬼的话，我好像没有叫你绰号，对不对？我一般叫小鬼叫小鸡。哦，小鬼。对，小鸡。就是自从决赛前吧，就是开始跟小鬼合作过后，开始对他印象有点，对，因为在认识他之前呢，就觉得他很凶，就看谁都会打的那一种。对，可是我就只有对你有这，没有啊。其实他，然后认识他过后，其实他人真的就是很好玩，就是对，有没有到？没有，就不是这样形容的。可是就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那种性格，就是你在很累的时候，你看到他就是会很开心，很快乐病毒。对。其实我对大家的那个出道之前，其实我们就待过几个月嘛，其实是有一些接触，然后也挺了解的。然后住在一起以后，其实发现，反正都挺合得来的，挺好的。对，其实和之前我觉得差不多。子毅其实内心住着2个子毅，就是他。我也投子毅一票，对，我也投子毅一票。子毅有时候精神好的时候就特别怪。子毅真的很健康。我们最近也是冉冉升起的一个综艺的星星。就是子毅吹摇摆，这都是他发明。就子毅吧，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觉得他是一个很安静，就是很文静的一个男生。对，很稳重。那后来就发现嘛，他有时候就停不下来，就一直就疯狂的跳舞，而且跳就非常的夸张，而且那种就是根本停不下来，就感觉不像刚认识他那个样子 ，crazy。因为就是一开始我就觉得说我其实在节目中有预言过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对 hip hop 很喜欢的男生，其实不太可能会这么的正经。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就是说，好奇说他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解放自己，对，然后原来是出道后，对，就是平常我们可能在后台，可能要上台之前，最好笑就是北京场，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场是晚上大概7点半开场嘛，然后我们是早上就去彩排，对，然后他早上就很嗨，
其实早上这大家有点没睡，就他一个人很嗨，然后跳得很爽，然后一直在后台，然后 freestyle 啊，然后就是各种这样的。哎，到了在开场的大概前1个小时左右，他累了，对他累了，对，然后啊有点困这样，然后觉得说对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对，就是。子毅一定是这样的，他一定是在开场前1个小时把自己跳累了，要不然他在开场的在场上的时候一定会疯狂的跳舞，所以他一定要把自己跳累再上场，那才是最正常的状态。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是对，就是平时比较喜欢，其实是一个动静结合的人，只有2面，然后一面就是很静，就动都不动那种，就很佛；还有一面就是比较细，就是停不下来那种。喜欢啊。为什么要想一下？因为佛系少年嘛，就是勤于思考，要沉着冷静，想好了再说，所以才会等一下。对，其实他是在运作他的脑袋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我说实话，自己对这个发型没有太多的概念，因为从之前跳舞的时候就一直是脏辫，然后其实是拆完脏辫之后第一次做发型，其实是就是拆完脏辫之后，然后其实之前一直对头发都没有概念，就是然后其实所以我自己也对头发没有太大的想法，就是老是弄就怎么弄就对。喜欢，其实我觉得对什么发型我都可以试一下，因为其实也都没尝试过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海场，对，因为上海场它是有一个延伸舞台，那其实到后面啊，我们的可能因为场地因素，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延伸台其实没有在做搭设。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，就是如果有延伸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做表演的时候也是比较尽兴的，因为可以跟粉丝们有更近的一个互动啊，他们开心，我们也开心。现在在怪主办方，就是后面为什么没有延伸舞台？是说主办方吗？主办方。对，主办方吗？我觉得主办方做得很好，因为他们上海有这个伸展台，所以代表他们更好。对，但并没有因为没有伸展台所以不好。对。印象的深刻是因为我们上海给我感觉比较大的印象，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办的第一场见面会，是第一次以那种方式跟粉丝互动，所以那感觉是特别要怎么讲，热血沸腾。对。热血上海场，对，为什么？就是其实上海的第2场是我记忆最深的，因为第1场其实太紧张了，因为是我们9个人第一次在一起，然后呈现给大家，其实有很多压力。第2场其实就放开了，而且对舞台也比较熟悉，对，所以说第2场是最释放的。就我的话，对，主办方，对。说实话，北京场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在北京出道，对，4月6号那天。那这次回来了以后，对，然后又回到了北京，然后见到了这些粉丝们，其实是觉得说一个状态的改变吧，就是觉得时间的回忆啊什么一下涌上来，其实在当下舞台上的时候，很容易情绪就会控制不住，对，所以就觉得说。很感慨，然后真的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幸运，真的是很感谢大家。这样，对。其实每一场都挺难忘的，因为上海就不用说，上海是第一次站在那么大舞台上，然后还有延伸舞台，那场是最好玩的。然后印象我最深刻是泉州场是那天我刚好19岁，然后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然后北京场的话也是出道的地方，其实这3个地方印象其实都挺深刻。对，每一个舞台其实都很认真，都挺深刻。北京场的时候有接过一个采访，那时候就是有说到其中一个想演的是那种武侠片那种轻功的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演的角色，其实我想演恐怖片，因为我其实私底下特别喜欢看恐怖片。你想演恐怖？很喜欢鬼片，来 PK， 看谁最容易被吓到啊？对。我也想演恐怖片，我想本色出演一下，对，然后我还想演丧尸片，我觉得都可以尝试一下。动作片，然后其实没有危险的武打的。
对，可以，对，比较喜欢动起来的一些，因为就有点含糊，跟肢体有关系的，对，哪个电影是静态的？就是比较会需要有动的。我知道飞车啊，飞檐走壁那些。对运动类的吧，对，比较感兴趣。我的话就是专业性很强的角色，或者是很难，就是应该是难度系数比较高。特性比较强，就是个人的色彩比较浓烈一点，对，然后看起就是会有渲染力的那种角色，我蛮想去尝试。类似好像杀手还是就是对之类的，就还蛮有兴趣的。杀手，我觉得杀手有点难呢，就是杀手一般那个表情和眼神都很到位。你是杀手，你觉得 OK 吗？我觉得杀手可能演不了，对，因为发音的关系就会有点怪怪的。对，希望可以演杀手，对。全方位，对，都想要尝试，但比较偏向于能够有一些我们的校园剧，对，当然还是跟同学有关的。热血高校对不对？是不是杀手？哦，杀手，校园里的杀手。啊，这样综合恐怖片，我可以演。又可以我可以这样起了，动作恐怖，然后恐怖这样起了，校园，对，这样应该还蛮不错。骑什么？我们最近粉丝起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九妹。不是啊，叫 nice。为什么一直要九妹？没有，因为这是个小插曲，就是因为就当时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就问我们，因为在问我们说，你们想对你们的粉丝取什么名字，然后就有一些选项。没错，对，然后其实九妹这个呼声是很高的，在团里面。其实不是很高，是我当时就一眼望去，我一下就看到这两个字，对，特别的扎眼，亮眼。特别的亮眼。对，九妹，我一听那首歌就开始，出来了，在这九妹，对，非常的洗脑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后来会变成 nice 因为它是有含义的啊？nice 对不对的含义比较，nice 含义比较广。那对于九妹的含义先来。漂亮的妹妹嘛。没有，可是好像是就后来是因为说，就是他们就是那些姐姐们都觉得说，如果自己叫自己九妹，他们其实不是那么开心，对的那种感觉。就对，开玩笑，我们讲正事。对 ，nice 的部分其实它的含义比较像我们 9% 想要灌输给我们所有的 nice 的一个，它叫做一份信念吗？我觉得我们 9% 所有的团员想要给我们自己各家粉丝的一个态度，我觉得各个都有各个的态度，但我觉得永远都少不了开心，永远都少不了真实，要做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 nice 这个名字取得算是非常好，但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对，而且它有一个很奇妙的，就是它是 nice，就是酒的，就是我们的，然后又谐音是 nice， 很好，对，所以说它挺巧妙的。中文翻译可以叫奶昔妹妹。为什么一到你这儿就是吃的？你跟我说，你到底为啥？一到你这儿就是吃的。因为我很饿。其实我一直之前有在节目说过，就椰浆饭就是特别想吃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肉骨茶，不好意思破音，肉骨茶，然后还有什么咖喱鱼头，还有马来炒饭、马来炒面、马来炒粿条，一大堆有的没的，还有拉沙，还有就那种马来糕点也很好吃，还有，我跟你说。马来西亚有一个地方叫马六甲，它那里很多好吃的。我就去看一下。只要是我们的粉丝，我们觉得我们都特别的在注意他们，每一个。我觉得他们一定是那种人群中最高的。哦，对，我想到一点，就是都是被大家发现。对，就是首先呢，就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的粉丝很热衷于公益这件事情，
就常常会用我们的名义，因为我们在上海场的时候是用我们的名义，我的名义是一个名词，对，就是我们在上海场的时候有做一个小小的公益，这样就是把收入捐去给那个基金会这样，所以我们粉丝好像也被这样影响下来，然后开始大家会比较提倡于公益的部分，然后其实就是在现在这些年轻人当中，我觉得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影响，对，所以 everything be nice 就是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，对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